我与陈王成婚第10年，终于有了一个女儿，而我却在生下孩子后一把火烧了院子，带着所有财产和贴身丫鬟跑路了。我刚生产完，整个人湿漉漉的，已经精疲力竭。孩子的父亲陈王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团软肉凑近我，清河，你看看，我们终于有女儿了。我却闭上眼，嫌恶道：抱出去吧，我不想看到她。他有些受伤似的抿了抿唇，把孩子交给乳娘抱出去了。我之后也一眼都没有看过那个孩子。每当陈王试探着要把他抱进我房里时，我就开始发脾气砸东西，像个泼妇一样让他们滚出去。久而久之，他也便放弃了勉强我。我不爱那个孩子，陈王是爱的，却因着害怕我生气，只敢夜间偷偷去偏房瞧他。生产1个月后，宫里来人问小郡主的名号，我才想起还没给他起名。那日陈王生了气，抱着一坛酒坐在我门前堵着门，他一边喝一边理直气壮回那个太监：劳烦皇兄给你个好封号，我儿名赵雨洁。我在屋子里坐着绣帕子，心想果然是个好名字。他是一想了许久了，只是不曾告诉我。我并不在乎，我人都要走了，怎好凭空管这些闲事。那个人喝酒红了脸，打发走宫里来的人，就要大着胆子凑到我身边来。我推开他凑过来的脸，却叫他一下抓住了手，轻轻贴到脸颊上。他半跪在我身前，双眼朦胧，目光却只在我脸上流连。清河，我们好好过，好不好？你去看看雨洁，她长得像你，以后只有我们一家3口，再没有别人了。他最近格外爱哭，顺着话音，有一滴泪流进我掌心里，我却毫不犹豫地抽出手来，在他的领子上蹭干净，说了今天第一句话：王爷，清河身上没什么可图的了，你是不是忘了我本就不能再生育了？他脸颊上的潮红迅速褪去，脸色很快变得苍白。我听到他喃喃自语：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我不去看他，又开始装聋作哑，继续手里的绣活。他蹲坐了一会儿，可能是觉得没意思，带着酒出去了。到晚上也一直未归，机会这不就来了。当天晚上，我一把火烧了院子，卷了财产，带着贴身丫鬟袅袅死遁了，租了条船，一路往金陵去。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我与陈王爷是少年夫妻，自小的情分，他初时就不十分喜爱我。非要说的话，他并不喜爱我这样的大家闺秀。此时想必他已经回府，也已经发现我或许死去了，还烧成了灰。我把定亲时他送予我的金镯子扔进火堆里，那镯子我向来是不离手的，希望他能以为我早被烧成灰了吧。太平年月，尸体可不好找，这样也好，死别总比生离让人好接受得多。如此，等他爱穿红衣的将军姑娘回来时，也好有个正妻的名分。毕竟他们没能修成正果，有一半是我占了名分的原因。孩子我也替他们生了，将军姑娘也不必疼。世间再难找我这样的贤妻。我是当朝太傅独女，娘亲去得早，被爹爹如珠如玉一般养大。爹爹给皇帝当了20几年老师，却还老被忽悠着不许告老还乡。我娘去得早，我爹一手把我拉扯大，也没说要续弦，只是一心教养我。太后娘娘怜惜我，常接我进宫小住，每月里总有10来日要留我在宫里。我爹爹对此颇有微词，但是没法子，他只好宫里每次来人接我出门前叮嘱我：娇娇，去太后娘娘宫里要谨言慎行，不可恃宠生骄。还有，男女有别，离陈王爷远些。虽然我爹吩咐我离他远些，可他总有理由把我从太后娘娘宫里骗出去，带我四处游玩，把所有好吃好玩的稀奇东西都分给我一半。我年少时是很娴静的性子，常常被他捉弄得说不出话来，但他不许宫里的皇子公主们欺负我，还让我直呼他的大名。我那时便无知无畏的每日叫着那个河宫都要绕道走的魔星的名字。赵晨，这有条好漂亮的鱼。哪儿呢？本王这就捉了它给你烤了吃。今日是鱼，明日是花，御花园被我们2个搅得天翻地覆。可怜我爹，明明知道谁是罪魁祸首，还要顶着天子老师的面子常去皇上面前请罪。其实赵晨总是说我没意思，但可能是因为宫里的孩子们都跟他插着背，他下一次还是要带我出去玩。我那18岁上，虽得爹爹疼爱，但却无兄弟姐妹，正是渴望交际的年龄，便跟他日日混在一处。太后娘娘对此倒是喜闻乐见。清河万补可养得一副古板性子，女儿家呀，还是应当快活一点的好。赵晨深以为然，每次我不愿意陪他去做什么事，总要拿这话堵我。你要是不活泼一些，以后老了就跟你爹爹一样长胡子。我吓得哇哇大哭。赵晨常常带着我鬼混，可我生性如此，总也活泼不起来。我喜欢和他待在一处，却要偷偷带着纸笔或针线，改住空就练字和画画，或者绣绣花。他颇瞧不上眼，
认为我让我爹教坏了。有一回皇上来太后娘娘宫里时，皇兄，你不如给太傅多派些差事，省得他总教坏了这丫头。这么大了，说话还不着四六。去偏殿写上20篇大字，不写完不许出宫。那些字最后当然都是我写的，我喜欢写字，那些话倒真似说进皇上心里去了。我爹回家越来越晚，太后娘娘便有更多理由可以把我留在宫里了。她和赵晨都高兴，只有我爹爹的脸色越来越黑，一边是皇上的亲弟弟，一边是皇上的亲娘，他也没什么办法，只好由着我被接进宫去。那些年里，我和赵晨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我看书写字绣花，他招猫逗狗，顺便时时招惹我，也算得上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对他起了心思，他对我也好，我们中间没有第三个人。我闺房里漂亮的陈设中，有一大半是他给我搜罗来的，我还没开口拒绝呢，就会有小太监全都运到府里。我爹因此更瞧不上他，他们对彼此都不大瞧得上眼。我在两个人中间好好待着，早就习以为常。他见了我爹还会恭恭敬敬道一声太傅大人，反正用不上我调和，他们自会假惺惺的互相行礼作揖。如此过了数年，我及笄那一年，宫里的皇子公主们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纷纷定下亲事，赵晨却尚无着落。我为了避嫌，不大往宫里去了。爹爹再一次提出告老还乡，我娘亲葬在金陵老家，他说他年纪大了，想回乡享一享天伦之乐，皇上仍然不同意。金陵子弟大多风流轻佻，太傅当真放心。依朕看，不如先在京城物色个好女婿，再走不迟。这事便交给朕，朕定会帮爱卿留意着。我爹爱女心切，被这么一忽悠，就同意再留2年。皇上转头大手一挥，给我和赵晨赐了婚。我爹爹被这个旨意生生气病了，他已经病倒在床，却还不忘告知来市集的我。爹爹只愿你寻个如意郎君，能一心一意待你。爹爹为你攒了一辈子嫁妆，不是为了让你嫁进皇家的。爹爹希望我招赘，我沉默不语。第二次不听他的话，爹爹看我一言不发的样子，眉头耷拉下来，漂亮的胡子似乎都失去光泽了。他不再多说，只挥挥手让我回房休息。第二日太后娘娘就来了，她已经几十年不曾踏出宫门，此次却大张旗鼓带着赵晨来太傅府探病。那一日我不知晓他们说了什么，只是跟赵晨隔着门廊远远对望，他不再对着我笑了，只是微皱眉头，撇开脸去。我那时只以为是因为许久未见，虽然失落，却不大在乎。我是心悦他的，对这桩婚事有着隐秘的期待。等太后娘娘走了之后，我爹再一次把我叫进房里。娇娇，爹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嫁给陈王爷？我脸颊红了又红，还是鼓足了勇气道：想的。爹爹似乎还是有点失望，低头沉默半晌，才又道：太后娘娘此行出宫，是为了告知我，她甚喜爱你。这桩婚事若成了，陈王可以不纳妾。可是天下能为儿女拿主意的父母，总有一日还是会老的。谁知道这是不是太后娘娘一厢情愿？我亲自去问他。我爹没有反对，我第二日便往宫里去了。那天我与赵晨站在宫里的樱花树下，时值夏日，他一身湖蓝色宽袖长袍，翩翩公子一般站在那里，根本看不出来是个目中无人的皇室子弟。我望了他好半晌，才开口问他：我们的婚事你知晓吗？他挑挑眉头，从鼻腔里蹦出来一声。我忍着羞意继续问：我爹爹说，如若婚事成了，你身边不会有其他人。我偷偷抬起头，用余光看他，恰好看到他耳朵尖红了。他别扭的道：必然言而有信。我那时满心欢喜，只以为他对这桩婚事也满腹热忱，当即就回去回了爹爹，一心要嫁与他。爹爹也只能认命，很快养好了病，开始筹备起来。我16岁时，20岁的赵晨出宫见府，我与这个皇上唯一的亲弟弟陈王爷大婚。一向清贫低调的太傅府几乎搬空了家底，凑了88台嫁妆，洞房花烛夜。我隔着盖头小声与赵晨道：王爷，我小子娇娇，往后你可以如此唤我。他掀开我的盖头，低头亲了我一口，含糊着嗯了一声。可是此后今年他仍然唤我清河，怕是那晚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婚后的日子与婚前并无太大不同，他仍然带着我胡闹，虽不说什么甜言蜜语，倒也是幸福的。我只是有些怅然若失。我记得有一些夜里，我大着胆子问他：你对我是否有喜爱之意？他只是沉默，把我抱得更紧。
我那时为他找了许多理由，诸如不好意思开口，或者左右我们之间不会有别人。就算他不知晓对我是什么感情，我们也是要互相陪伴着过一辈子的。可我虽从未见过我的娘亲，却看着我爹爹一辈子都在怀念他。我见过热烈的爱，于是更加贪心不足。我想要他也心悦我，因此我努力迎合着他，把练字作画都丢下了，只有时为他绣一绣荷包，贴身的衣物也都接过来亲手做。他对我越来越好，白日里出门总惦记着给我带新鲜的吃食，有时他在梦里甚至会叫我的名字。虽然不是小字，但我想终有一日我们会心意相通的。我婚后第2年，爹爹正式告老还乡，临走之前顶着流言蜚语来王府住了1月有余。出发去金陵的那一日，我和赵晨送他到城门口。皎皎，此去山高路远，为父恐怕无法及时知晓，你是安好还是不好了？若是哪一日不开心了，为父就在金陵等着你。城外的王村有个庄子，爹爹在那里收养了一些孤儿，还存了银子。我已交代过了，若是你不开心，自去找他们就是了。他们会带你到金陵来见爹爹。我泪盈于睫，虽觉爹爹过分小心，却不得不为父母挚爱子女而感动至极。赵晨与我爹爹一向不对付，总认为我这副过分娴静的样子是他逼出来的。此时离别在即，他倒是没有呛声，只是大步走上来握住我的手道：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不会让清河哭哭啼啼下江南去的。我拧了他一把，他龇牙咧嘴，却把我牵得更紧。爹爹1步3回头的去了，他实在想念娘亲，在这京城苦熬多年，已是极限了。这下也好，他终于能同娘亲日日在一处了。只是没想到他一语成谶，我后来果真过得不好。我与赵晨成婚的第3年，他愈发依赖我，每每下了朝就要窝在我怀里，有时抱怨几句皇兄，有时只呆呆躺着把玩我的长发。我不再问他是否喜爱我了，这样相敬如宾，我觉得也不错。或许他的爱就是如此，只是我们还没有孩子。太后娘娘问了多次，只怕他使坏，不进我房里。我知晓他不喜欢孩子，原因与他提了多次，他只说我年纪还小，不适宜生育，让我再等几年。我信了，我从来都很信任他。于是太后问起时，我也只含糊过去。这1年边关动乱，今年和平，朝中武将凋零，陛下没有太多可用之人，于是把亲弟弟派往边境平叛。太后娘娘刚刚催完生，儿子就往边境去了，她十分愧疚，只让我放心等他归来。只是小乱子，受不得什么伤，我依依不舍。临时学了骑马，一路送他到城外10余里。他当着众人的面把我提溜起来转了一圈，大声与我道：王妃娘娘，等小的凯旋归来，一定与你多生几个孩子。我羞得满面通红，把袖子蒙住他的脸，借着袖子的遮掩，偷偷往他唇上啄了一口。我的大胆之举让他格外开心，把我又转了几圈，直把我折腾得晕头转向才罢休。我虽然不舍，心里却快活极了。我极难得有如此鲜明的喜悦。我知晓我们之间不一样了，或许他已经对我敞开心扉，或许等他平叛归来，我们会戳破那层窗户纸，不再相敬如宾。我目送他一路消失在目光所及之处。可是半年之后，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回来一位穿红衣的姑娘，明艳似火，与他一般性情张扬，不拘于世俗。我还未见上他一面，就得知他要是侧妃。那位姑娘是他求娶来的，满京城都知晓她是镇北将军的女儿，从小在边境长大，连名字都与众不同。她叫严关平，意为边关永平之意。她上过阵，杀过敌，打得一手好蹴鞠，一回京城就引起一阵轰动。我自小长在宫里，对这些也有些新奇。如果不是她即将嫁给我夫君的话，我可能会厚着脸皮去拜访她，听听那些从未见过的风景。可是她即将是我夫君的侧妃，我接了宫里来的旨，把自己关在房里，一关就是3日。这3日里，赵晨没有来找我，太后娘娘倒是派人来请好几回。我抱病不出，我日日在房里哭坐，婢女袅袅急得哭了好几回。我们自小一道长大，此时她倒似比我更伤心。姑娘，我们回金陵去吧，何必要在这里受这种鸟气？妃，还有脸让你筹备婚礼，也不看看当初是谁求来的婚事。是啊，当初是谁求来的婚事，我竟有些不想记起来了。第4日，我打开门，叫来管家，吩咐他去采买一应婚礼所需。我与他道：我也是第1次筹备婚礼，经验不足，一应事宜还要多劳烦你。他膝盖一屈，跪在我面前道：谢娘娘，王爷吩咐过了，按正妃的规制来。我怔住了，
管家的脊背更加弯下去，可能也是怜悯我，才一开始就叫我知晓。我不为难他，把他打发走之后，穿上正妃服置进了宫。赵晨不在府里，果然在自己母后宫里，只是同在的还有那位红衣少女。我走进店里时，他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花茶，隔着一张茶桌与赵晨笑作一团。见我进来，他将我从头到尾打量一圈，嘴里啧啧称奇。好一个美人，赵晨你小子艳福不浅啊。哼，穿那么繁复，这种天也不嫌热。我有些难堪，却直往太后那里行礼，一眼也不看赵晨。我没等太后询问，便先开口道：我这几日病了，还不知小王爷早回了呢。只是也不知小谁传的话，竟说王爷求娶了个侧妃，还是将军之女。您说，这是不是无稽之谈？我爹爹后宅干净，我在家只管饮茶作画，哪里像这样说过话？在听见自己说了什么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悲哀。他一脸尴尬，还没来得及回话，下手的男子腾地站起来，声音是黄沙磨练过的，微微沙哑。当然不是无稽之谈，是本王主动求娶。我开始发抖，有些站不住。天旋地转，殿中安静的出奇。这时那姑娘嗤笑一声：京城的金枝玉叶们竟接受不了三妻四妾，也是奇了。原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此简单的吗？我就要跌到地上之时，那个男人冲过来接住了我，将我抱往侧殿去。无人接那姑娘的话，他毫不在意，反继续与太后攀谈起来。我眼前发晕，被殿中又响起来的欢声笑语吵得头疼。抱着我的男人凑近我耳边，让我等一等，最多2年就好，他不会碰他的。我连续几日没好好用饭，已经没有力气问他让我等什么，凭什么让我等。他也没有解释，我只记住了那个2年，便在侧殿的床上昏睡过去。我醒来之后，虽不再管迎亲事宜，却也默认了。赵晨时时强调说，他虽然主动求娶，但是并不会弄假成真，只是做个样子。我信他，即使全京城都知道陈王爷在边境对镇北将军之女严官平一见钟情，遂主动求娶。我这个成亲3年无所出的发妻是个贤良之人，成全了一段佳话。我也信他那时说的是真的，即使不与我解释任何细节，我也信他。婚后第4年，赵晨以正妃之礼迎娶严官平为侧妃，只是从来不去他房里过夜。我与他一如往日那样相处，只是府中多了个人，到底还是热闹起来。严官平是个坦荡之人，即使夫君新婚之夜不留宿房中，也不找我的麻烦。他与赵晨不对付，2个人常常为一点小事便吵上半天。有时赵晨陪我用饭时，会突然恨恨道：怎么会有如此蛮横的女人？我不知道接什么话合适，便抿唇笑一笑。他这时便闭了嘴。去完边关回来后，他用饭便格外快，用完之后也不走，就盯着我看，直让我再也吃不下去。他常常道：我的中妃要是到了战场，怕是都吃不饱。我仍旧不知道这话怎么接。我活了20年，只有3年是在金陵过的，还是因为爹爹要给娘亲守孝，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京城的记忆。这四四方方的院子或宫墙，真的谈不上多姿多彩。我不知小赵晨和严官平争吵之中的那个边关是什么样子。有几次我主动与赵晨道：我们有机会一道去边关吗？他总是双目微合，认真与我说：边关不是玩乐的好地方，环境恶劣，你身子娇弱，别还没到就病倒了。又是我接不住的话，因为我确然不知晓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婚后第5年，严官平在府里辟了个马场，日日去跑马。赵晨有时也会去跑上几圈，还有一次邀请我同去。我换完骑射所穿的胡服出得院门，才看到他与严官平并肩驾马等在门口。2人均身着红衣，宽袍大袖。严官平婚后也不晚季，红色的发带在风中飞扬，最后轻轻绕在赵晨颈后。他伸出2根手指，轻轻捏住发带末端，然后在掌心里绕了一圈。我落荒而逃，匆匆往院里跑，吩咐婢女关上院门。那日我对着镜子看自己一身刻意的装扮，只觉得自己像个一无所有的乞儿。严官平像草原的明珠，而我只是东施效颦。赵晨本来就是无拘无束的性子，与我好像从未过到一起去。我那时已经失眠数月了，被无时不刻出现的严官平的名字身影折磨得夜不能寐。但直到那一日，我才真的第一次起了合离的念头。赵晨那日很晚才回来，一进院门就用兴奋但遗憾的语气道：清河，你今日不来真是可惜了。平官的父亲从边关送过来一匹乌云踏雪，可真是好马。殿下，我连烈马都未曾见过几匹，哪里知道好马是什么样的？他愣了一下，赵晨从来就不是逆来顺受的好性子，被我泼了冷水，却还忍得住不夺门而出。是不是早上没等到你就先走了？
你生气了？不是殿下的错，是我临时不想去了。清河，你怎么不叫我名字？哪有一直对夫君直呼其名的？夜间上得床，他想更进一步时，我按住了他的手。他有些生气似的一把把我抱进怀中，虽不再做什么，却勒得我半晚上睡不着。我半夜里实在没忍住，挣出一只手摸摸他的脑袋，轻声道：别闹了，明日要去觉明寺为父皇祈福，今日都早些睡。他紧绷的身体才松懈下来，下巴蹭了蹭我的头顶，将我松开了些。觉明寺是皇家寺庙，一向由禁军把守，看守森严，每3年里便会由皇家儿媳去供奉一次，斋戒3日为先帝祈福，以求先帝之龙气继续庇佑天下。今年皇后娘娘临近生产，不便出远门，便只好由我这个陈王正妻前来。严官平说什么也要同去，我便将他也带上，左右也用不着我操心。到了寺里，我才发现禁军并没有想象里那么多。我在住持的引导下供奉了长明灯，在殿中做了第1日的功课。严官平一到寺里就到处跑，他是个闲不住的性子，一头扎进后山。我原本也没想要管，他年纪比我还大上2岁，我相信他自有分寸。可一直到了夜间，他也未曾回来。住持亲自给我端上斋饭，我还未用上2口，寺中就骚乱起来。我从鸾房中匆匆出来，正好看到被汗水浸透了头发与衣衫的赵晨，他大步向我冲过来，一把握住我的肩膀，劈头盖脸问道：严官平呢？他跟你一道出来，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我耳边嗡嗡作响，只觉得荒谬极了。严官平一个比我还要大上2岁的将门之女，我把她弄到哪里去了？我稳住被摇晃的肩膀，冷冷道：王爷与其来问我，不如去问问他贴身的侍卫和奴婢。他好似才冷静下来，放开手出去了。我的肩膀疼得紧，袅袅在我身后，一脸怒气。我抬手制止了他可能即将脱口而出的破口大骂，披上外袍往外走。赵晨带了一队人马往林中去了。我肚子有些疼，但那时我顾不得这许多。我虽然不喜严官平，却从不想盼着他出事，只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在疼晕过去的前几秒，我终于看见赵晨把他从林中抱出来，没有看我哪怕一眼。他从我身边过去了，他们衣袍纠缠，这次是鲜艳的红与蓝。赵晨的衣角擦过我白色的裙摆，我一头栽倒在他身后，口中有腥甜之物溢出唇角。他一次也没有回头。醒来时我仍在疗房，年轻的禁卫队长站在门口，隔着门帘能看到半个侧脸。太医来了1、2个，却唯独不见赵晨。袅袅在我身边呜呜直哭，边哭边骂。他絮絮叨叨，让我听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严官平是先误食了寺庙的斋饭才进的林子，疼晕在林中；比如我也误食了寺庙带夺的斋饭，只是量小。禁卫队长骑着马一路狂奔去请太医，好在太医来得及时，于是他再无生育能力，我或许有幸还能得一胎。这些赵晨应当也不知晓，他此时不在我身边，我觉得可笑。这是多可笑的毒！费尽手段，就为了让2个妇人失了生长。我仍然虚弱着，勉强爬起来，与禁卫队长李毅认真道了谢，强撑着完成了3天的祈福。第4日，我下了山，人还是恍惚着的。到了王府，无人迎接我，我便自己打开府门。我的院子要路过严官平院里，我后来常常在想，幸好是这样，我才不至于一直是个蠢物。我那天站在他的院门口，听见赵晨在里面道：对不起，是我的错。中间夹杂着他的哭闹声，他好似压制了他的手脚，把他抱进怀中。我答应你，等清河生下第1个孩子，叫那孩子认你做娘亲。已经是晚下了，蝉鸣声沉闷，压不住严官平的哭闹声和对他的拳脚相加。他一声声哄着，没有一点嫌烦的迹象。袅袅不敢说话。我在院门口站了半夜，里头熄了灯，赵晨没有出来。我要与赵晨和离，他一副我不可理喻的神情看我。清河，我那天是气昏了头脑，失了分寸，并不是真的疑心你。休妻与和离，你任选一个吧。反正我5年无所出，大概也是生不出来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之前不是因为不想生吗？我们现在就生。我不想生了。他突然发起脾气来，把我抱进怀里，要亲我。我拼了命推他，他一脸受伤，我却转头干呕起来。他终于夺门而出，只是没气往听，又给我送来一堆夜明珠，据说是宫里给我和严官平的补偿。他讨好的把那个装着明珠的匣子捧到我面前，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我疑心他前些年或许不是张扬，是没脑子。他道：今年只得了1虾呢，大半都在这里了。剩下的呢？怎么不让我先挑？我没想到这一劫，是我不对。
我懒洋洋接过来，递给袅袅。去换成银子，王爷不会告状吧？王爷也是侧妃的夫君，手心手背都是肉，妾身理解的。所以王爷也不要怪我，妾身不喜欢别人挑剩下的东西。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他整3日没有回来，我那日被他的问题砸懵了许久，最后开怀大笑，笑出了眼泪。我真的是个蠢物，因为生在整个天下都难得的夫妻相爱、彼此专一的家庭，就妄想自己也一定能拥有同样的际遇，这是一错；无条件信任与我毫无血缘的一家子，此为2错；遭遇背叛还心存幻想，没有及时止损，此为3错。我已经一错再错，我今年已经21岁，为第一个错误搭进去5年。我的人生有几个5年？我还要再坚持下去，把自己变得面目全非吗？我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里，赵晨不同意，他拼了命想要留下我。我于是又一次问了他刚成婚时问的问题：王爷，你心悦我吗？他又一次没有回答。我不再去看他的耳根红不红，只在他没有回答的那一秒将他推出门外，让婢女仆妇们将门关严实了。我们僵持了1年有余，赵晨再也不能进我的院子，我也不再参加任何王妃应当出席的宴会和活动，整日在院里躺着吃吃睡睡。太后娘娘也叫不动我。赵晨承诺的2年之期到了，言关平却仍旧留在王府，我懒得管，我也不恨他，我谁也不恨了，我只想离开这里，回到我爹爹娘亲身边去。奈何赵晨死活不同意，他开始公开跟言关平出双入对，让人来偷听我的墙角，我往外送的信都被拦截了。他有时会站在院门外跟我说话，还是让我再等等。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在心里骂道：等你爹的头。婚后第8年，言关平终于要走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赵晨要送他到京城百里之外的驿站。我不知晓他辞去多久，还愿不愿回来。我满脑子只想着，既不愿意休了我，那就别怪我跑了。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提前很久开始兴奋。言关平离开的前1夜，赵晨许是受了刺激，翻墙进来我院中，像许多年前那样将我抱得死紧，紧到我扎进他的身体里的金簪。他定亲时为了嘲讽我过于古板和娴静，没有金银饰物的金簪，顺着金簪流出的血同样浸透我的衣衫，一直烫到我心口处。那个人僵住身体，却没有放开手，将我抱了又抱，最后拔出簪子时，2个人胸口的衣服都湿透了。他只闷哼一声，俯下身子亲了我的额头，我仍旧觉得恶心，却随他去了。他那边一出门，我这边就收拾了金银细软，连夜带着袅袅跑了。我们找了2日才找到爹爹说的王村，却还没等找到庄子，就被赵晨带人追了来。我从未见过他脸上出现过那般可怕的神情。我后来常常想，或许真是被言关平抛弃才受了刺激，不然我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怎么就没见过他发那样大的火？他将我带回去关起来，时常捧着我的脸逼我看他。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整个人神神叨叨，焦躁不安。我疑心他快要疯了。终于有一日，他看起来还算平静，我们照例躺在一起，什么也不做。我小心地问他：王爷，你还醒着吗？叫我的名字。车妃还回来吗？他从后面将脸埋进我的颈窝，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皮肤上。奇怪，他的血液和泪水都挺烫人。再也不要提言关平了。我默然不语，知道这是他的伤心事。或许出于某种原因，言关平不愿回来了。赵晨仍然跟言关平书信往来，那大概是一场噩梦吧。有一日，他正在看言关平的信件，我习以为常，与他共处一室，正在画惊吓的莲花。等抬起头时，他正用往日猎场里见过的狼一般的眼神紧盯着我，下一秒就把我抱进房里。我不愿意回想那几日里发生的事，却总想猜测言关平信里写了什么。我是真的恨他了，为什么呢？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有求着要嫁给陈王爷，我也没有阻止他娶言关平。即使意识到给我下毒的人或许是冲着他这个将军之女来的，最后没有得到一点交代，我也不曾真的恨他。只是为什么我不是自由的灵魂？我生来就在这四四方方的天地里，我爹爹是个文人，无法带我游历河山，所以我就该比不上言关平招人喜爱。我认为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可是为什么他自己来了又自己走了？写了一封信，便要我不知原因的遭受虐待，并且因此怀了孕。陈王爷抱着我，开心的像个动物。我猜测道，或许是给言关平的孩子有了着落。我不爱那个孩子，没人应当爱一个被侵犯而生下来的孩子。即使他的父亲脱口而出那些真相，皇上猜忌镇北将军，便要他扣下并监视他的爱女，以便威胁他。言关平在边关有心上人，与他做了交易，2年之期一到，待他父亲卸下兵权，他就回边关去，做一个小小的女将军，所以他不能出事。他若是出了事，皇上和镇北将军怕是不能真的君臣相得了。
她与严关平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亲密接触。我在怀孕的1年里，听她反复解释这些事，只装作聋子和哑巴，很少回应她。直到她说起严关平在信件中告诉她，草原上的部落勇士看上了哪个女子，会直接扛进家中，怀了孕便能好好过日子。我那天没忍住，给了她一耳光。我一字一顿道：希望严关平也遭遇和我一样的事。我心悦你，清河。他寸步不离守着我，整个人迅速消瘦下来。有时夜里醒来稍动一下，他便会立马惊醒，把我揽进怀里拍抚。我总是摸着怀里的金簪，一动也不动。大夫诊脉时告诉他我吸食中毒之事，他哭得眼皮红肿，不停道歉忏悔，说他那夜太累了，没有注意到我倒下，并且承诺以后时时关照着我，再也不丢下我。我十分嫌弃，问他：如果他也在呢，你还会不会毫不犹豫奔向？他的眼神里流淌着绝望，是那种变无可变的被判了死刑的绝望。我有时也会想起幼年时的事，渐渐也觉得好似没什么好想的，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罢了。我生下孩子之后并不想去看他，可能即使认为我死了，仍然会有人说我不是个好娘亲。可是让我去爱他，就如同去爱一头钻破我身体的血肉降临世间的带着严关平和赵晨共同的印记的小怪物一般。我做不到，于是也不管别人如何评说，我也做不到恨他。我只是对赵晨有那么一些信心，这是他渴求了那么久的孩子，他会一直对他好。我知道陈王爷一定会疼他，无论是因为他口中对我的爱慕，还是他对严关平的承诺，我都笃定着，并不愿意去想别的可能。我在去金陵的水路上遇到水匪，又被几年前遇到的禁军统领救了一次。我记得他叫李毅，他一路护送我和袅袅到金陵，我才知道他辞官归乡，恰巧也在金陵。他说不如做些生意，看宫门太苦了，俸禄还低。我深表认同。改头换面之后，爹爹带我去看了娘亲。我在家中待了半年，李毅时常过来找我爹对弈，也不知道一个武将如何懂那么多。有一日爹爹走棋到一半，突然被人叫走了。我远远坐在廊下绣花，那个好看的莽夫隔着老远道：我买了2匹好马，要不要一起去边关？我放下绣花针，仔仔细细看他的脸，与我那前夫截然不同的一张脸，很漂亮，眉眼深邃，不是个薄情相，尤其是他低头下棋时眉头微蹙的半张侧脸，我无比熟悉。在寺庙之中，这张脸的主人就站在我的门外。我那时看着他，心里似也想过，也没人说过女儿家一辈子只能心悦一个人。我本可以不心悦任何人，也可以心悦很多人，除了赵晨，这世上还有太多英俊的好儿郎。我望向他的眼睛深处，只听到自己的声音轻轻响起：等我为阿爹绣完这1年的衣裳，如若天气还凉爽，那便一道去吧。时值夏日，有一滴汗珠顺着他的下颌划过，顺着喉结没入衣领，那喉结动了一动。我可以帮你，我从前在宫中也给自己缝过衣。他一边说着，从衣襟里摸出一根绣花针来，我不由笑出声来。那一日天气十分好，阿爹迟迟未归，我什么也没多想，只看着远远坐在我对面，修长手指间举着一根绣花针的救命恩人。他坐立难安，没有轻易靠近，眼底盛满笑意。我是本朝最年轻的禁卫队长，暗卫出身，只听命于圣上一人，深得圣心。我原本有大好的前途，直到我心悦了一位有夫之妇。圣上生性多疑，如我一般身份的人养了至少数百，潜伏在各个府邸之中。因我最得圣心，又有最好的功夫，便被派往最得太后宠爱的陈王府。那是陈王与陈王妃成婚的第1年，陈王妃还是个小小姑娘，整日里除了念书就是学习管家，也不知道那些书和账簿怎就不叫她头晕。可她偏偏坐得住。她父亲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太傅大人，我蹲坐在房檐上跟他学了不少。看他吟诗作赋，只觉得比起我这些刀尖舔血的日子，他的日子实在惬意得多。圣上让我在府里盯着陈王，可是陈王只要在府中，大部分时候都在陈王妃那里，他们似乎是极恩爱的。陈王总是黏着王妃，王妃亲手操办陈王的衣食住行，只是时日久了，总能看出来一些怪异之处。王妃总是执着于问陈王为何娶她，陈王总是避而不答。我心想，朝野上下谁人不知，陈王妃是太后娘娘照着儿媳的模子培养的，这世上婚姻之事，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王娶王妃，自然也是如此。可是王妃似乎要的不是这个答案。即便如此，他们俩感情仍一日好过一日。陈王府实在没什么可疑之处。我每次觐见圣上时，他都会被我如实回禀的一切逗得忍俊不禁，可是转头还是让我继续盯着。我想，估计圣上也要寻开心吧，毕竟国事那么繁忙，就连我这种被朝着无情无欲的方向训练的暗卫，也会忍不住思考那位王妃在想什么呢？久而久之，
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了陈王府的一份子。陈王出征我也没跟着去，继续守在府中。王妃一日日长大了，我虽记不清自己多大年纪，可是按照推测，我应当只比王妃大个3、2岁，实在不当有如此感慨。可是她是真的长高许多。院子里没人守着的时候，我偷偷去她站过的廊柱前面比划过个头，发现她已经从我胸口长到我肩膀那么高。她原本可以那样一直平淡下去，我也是。这些年我几乎忘了我是个暗卫，可是陈王带回来一位女将军，跟王妃完全不一样的女子，张扬、热烈、粗犷，带着江湖豪气，任谁也不会怀疑这是陈王爷喜爱的女子。陈王爷性子本就潇洒不羁，就像无人怀疑陈王爷也真心喜爱王妃一样。这世道对男子总是更宽容，谁也不觉得王孙公子多喜爱几个女子是什么坏事。即使这份宽容跟我这种身份没什么关系，但我看得明。总之，王妃自那以后就变了。陈王府住进来个女人，还是个会功夫的女人。我隐匿行踪只能更加小心。叫我尤其头疼的是，陈王不再日日跟王妃在一起了。我原本是来盯着陈王的，可是有时一整天没见到王妃，我总忧心没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回禀圣上。久而久之，他就会忘了我这个心腹暗卫的存在。我那时总觉得我是忧心自己不得重用，早已忘了暗卫营没教过我这个。暗卫不需要重用，只需要得用。总之，我开始两头往返于王爷和王妃的院子之间。王妃的恬淡似乎并未被消磨，只是做事沉稳许多，还开始偷偷往境外的一个村庄汇钱。那已经是他们成婚的第5年，侧妃入府第2年。我隐隐察觉他有别的目的，只是当时不知道会那么惊世骇俗。这京城里的世家贵女，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一方宅院里死死困住，还不如我一个睡屋檐的人自由。极少有人会产生背逆世俗的想法。时日一日日被消磨，我身上的世俗气越发重了。我开始揣度人的心思，学着王妃下棋读书。久而久之，陈王府形形色色的人中，我觉得陈王爷最别扭。他分明是极爱宠王妃的，却又一股小孩子心性，似乎不愿承认自己会向谁妥协。即使有时白日里与侧妃一处，夜间总会去王妃院里看她有没有睡好，还总要叮嘱院里人几句，生怕女主人在自己家中被薄待了一般。后来细想，王爷应该是不愿承认自己喜爱太后娘娘为自己定下的妻子。我想清楚的时候，已经是禁军统领了，早已把揣摩上位者心思的本事学得炉火纯青。陈王是太后娘娘幼子，自小得父母宠爱，不可能不受帝王猜忌。太后娘娘拎得清，陈王也敬爱兄长，可是架不住帝王多疑，太后娘娘只能精心为幼子挑选合意的联姻对象，既体面又不威胁皇权。挑了清贵门第的太傅之女，大家都舒心。可陈王爷天之骄子，只觉得多此一举，仿佛自己的忠君之心只能靠出卖婚姻才能佐证。好好的一个风流才子，只在这事上犯了种。言归正传，在陈王夫妻的乐事少了很多之后，圣上突然觉得我不再适合做暗卫了。正好言官平在府里愈发风生水起，王妃更加不出院子。我在王府举步维艰，产生了许多暗卫不该有的大逆不道的心思。我借机提出要去圣上身边伺候。谢天谢地，圣上没有言了我，而是懂了我笨嘴拙舌下的言外之意，安排我入了禁军。换营生之后，我见陈王爷一家的机会大大减少，只听说许多传闻，大都是陈王爷妻妾相合之类的佳话，还听说陈王侧妃在府里辟了马场。这么些年，王妃并没有太多传言，只在侧妃入府后，才跟着这些生来注定张扬的名字，在京中有些名气，我心里隐隐有些不适。在看守宫门的夜晚，我学会了走神，想起隔着一道树影或半个屋檐看到的那个小小的身影一天天长大。陈王爷唤他清河，还是个正统的暗卫的时候，尽职尽责偷看过他的信。他爹爹在信中唤他佼佼，可不是，他如同明月一般。我知道那些暗卫不该有的大逆不道的心思，身为看皇宫大门的禁军也不该有。可是心思是人控制不住的，暗卫控制不住，禁军也控制不住。我心悦了一位有夫之妇，还是当朝陈王的正妃，即便知晓可能这辈子他也不会认得我，更不消说回应我的爱慕，我还是凭空产生许多自卑。于是事事冲在前面，我是当年暗卫营最优秀的暗卫，当了禁军也是最优秀的禁军，很快就得到重用，常伴皇上左右。我以为我跟陈王一府除开他造府外，此生不会再有别的交集。直到王妃带着侧妃同往觉明寺祈福，二人出了事，我奉皇命而往，正好碰上陈王带着言官平匆匆下山。王妃已经是端庄妇人，面容已没有丝毫孩子气，却狼狈地躺倒在地。那天我守在屋外，任由大逆不道的念头疯长。我想我要如何走到他面前，然后告诉他我心悦于你，我可以送你走，也可以带你走，但我不知他会如何作响。在察觉到他的目光时，
我只能心虚的别开脸去。陈王妃逃跑了，然后被追了回来。我在宫外有自己的眼线，可也是在王妃被抓回来时才得知她跑了。那时陈王府已经干干净净，严官平离开王府，陈王也像是长大了一般，对王妃毫无保留起来。可是现在他只想逃离京城，离开那个困住他数年的院子和他薄情寡义的丈夫。我恨我自己羽翼未丰，不能立马让他如愿以偿，只能处处谋划，打通京城到金陵的路，好让她一个弱女子也能畅通无阻。这世道总是如此，对女子总不公协。这样的现状我也有一份，我只好多做些弥补。只是没想到陈王竟有一日会舍弃君子之道，强迫了她。她怀孕生女，我借公务亲赴边关，取了那位从未上过战场的严姑娘一只手，扔进去往金陵的河道中。只是远远不够，那王府已不是昔日模样，对她而言只是人间炼狱。我反复想起站在廊柱下比划身高的那个暗卫，和那个面容秀美恬静却又心怀热烈爱意的王妃。我那时已不愿称她王妃，我在心里默念许多次她的乳名：皎皎，皎皎明月，不应所于深深庭院，而应与江河清风为伴。她显然是坚韧的，终于又一次逃跑，丢下被侵犯生下的女儿和几近疯魔的丈夫。我为她扫去所有后顾之忧，以内力被废为由辞去统领一职，快马加鞭沿岸追赶，刚好赶上一场英雄救美。对皎皎而言，这只是我们第2次见面，我恰巧遇见她，是她的救命恩人。可我已经等了太多年，皎皎终于见了她提过很多次的草原大漠。她并不娇弱，吃下了所有苦。我带她去看羊群，去看无边无际的原野之中翠绿色的河流。她始终心怀戒备，这是理所应当的。只是皎皎没有娘亲，从没人教过她，应当对男子怀有戒备。可我不在乎，终有一日她会知晓我是何等的心悦于她。只是有些事她这辈子也不必知晓，诸如我是如何从卑贱的暗卫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又是如何鼓起勇气问没有见过几匹马的他。我买了2匹好马，要不要一起去边关？皎皎明月，终于挣脱一方池塘水，归于更大的天地。从大漠回来之后第2年，我和李毅在父亲的主持下成了婚。李毅是个奇怪的人，从出身到为人都透着一股子怪异。他的过往仿佛是从当了禁军开始的，在此之前一片空白，除却长相，他甚至不像我朝男子，我朝以男子为尊。无论是官宦人家的世家子弟，还是小门小户的男丁，即便没有3妻4妾，也总会把大丈夫等言辞时时挂在嘴边。李毅不是，他识字，但又好像从未读过圣贤书。所有的书在他眼里只有有用和无用之分。他的处世之道和秀美柔和的长相大相径庭，比起官宦之后，更像是我们去往边关途中偶遇过的各路江湖中人。他爱憎分明，嘴很馋，常常半夜起来做吃的，偷偷送来我房里。可叹我前些年自诩不重口腹之欲，后来在他的投喂下生生圆了一圈。他忧心我嫌他粗鄙，我生性内敛，不知该如何让他知晓。我对他实在满意极了，他身上的谜团太多，爹爹从前也不放心。爹爹在京城半生宦海浮沉，李氏家也有所交往，只是从没听过还有李毅这么个人。他疑心过李毅是家族败落的落魄世子，却苦于查不到他的来历，最后只好盘问于他，只得到2句话：我家是清白，不是罪臣之后，只是孤儿。爹爹老了，但识人的本事还在。他信了李毅，见他人品过关，对我无微不至，才肯让我们成婚。他没有信错人。李毅和他从前不喜欢的那人不同，他温和、聪慧、体贴，且武艺高强，事事以我为先。正因为他处处都好，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是我在绝望的日子里臆想出来解救我的。其实我没有逃离京城，甚至没能离开那个院子。每次在我做这种噩梦之后，他总会告诉我：皎皎，这里是金陵，不是京城。我不是别人，我是李毅。我心悦于你，所以留在这里与你成婚。我任由他将我拥在怀里，平复心下恐惧。时日久了，竟也变得习惯起来。金陵夏日实在是热，李毅请人在后院辟了好大一个池塘，引来活水，在池上搭了2间木屋。我懒洋洋地斜斜坐在屋中，隔着窗户观赏池子里的荷花。李毅隔个3两日会出去谈生意，月中会带我出门游玩，剩下的10日就如现在一般每日相伴。有一次我与他骑马顺着江水而行，途经一个驿站之时，忽然大雨倾盆，本想前去留宿，却被告知贵人在此。驿官说漏了嘴，说里头是位王爷带着独女下江南游玩。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听说陈王的消息，他甚至还来看望过我的父亲。彼时我们与他仅仅1墙之隔，他在外头给我父亲磕了个头，道：岳父如果见过清河，请带小婿转告于他，我们女儿一切都好，小婿也很好，
他看起来不太好，鬓发微白，面容消瘦。我爹爹不客气道：“100年之后若有缘分，小民定转告小女，你却万万受不得王爷的大礼。”他没抬头，低低笑了一声，没继续说话。我心下紧张，觉得他应当是发现了什么。李毅的手指探过来，牵住了我的。我抬头望过去，看到他用口型道：“不怕，他会带我走，无论发生什么。”我这才心定几分。那次陈王来过之后，我爹将我们赶了出来，说年纪大了怕麻烦，让李毅另寻个住处安置。他这才欢天喜地地带着我搬进准备了1年之久的府宅。此时我们淋着大雨站在驿站门口，这次陈王在里头，轮到我们在外头。我在这附近有个小院，原本还未收拾妥当，这下却不得不去了。你不知何时背着我置办的资产。他跳上来环住我，将我裹进蓑衣之下，才道：“全都是你的。这样的屋子，我们在所有医馆附近都有。”我想过李毅有钱，却没想过他这么有钱。可是这样聪慧的人，本就应该干什么都是最好的。只是今日他格外不同。路过驿馆之后，一直闷闷的，一直到夜间上得床时，娇娇，你欢喜过这样的日子吗？我才反应过来，李毅还在想陈王的事。我想回过头跟他说清楚，他却不许，侧着身子紧紧把我抱进怀里。世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夫婿，英俊潇洒，武功高强，还体贴专一。可你是太傅之女，我不过一介白衣。夫君，你在京城经营多年，就没听过我爹的声名？他再清贫不过了。我虽在皇宫长大，可这世上的臣属都是皇家的奴仆。我还从未问过你，你介不介意？我当然知道他不介意。李毅急了，把我的手从脸上拿下来握紧，又将我翻了个面，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将我看了又看。我讨厌陈王，是因为他为人不够果敢，又扭捏，不是因为你跟他曾是夫妻。那就是跟陈王府的郡主有关系。说到这里，他沉默了，我就知我猜对了。我用手臂环住他细细的腰。你在江上救下我时，可看见我是如何情状？我从前也是想做母亲的，因为我母亲去得早，我总想有个自己的孩儿。可我那时已筋疲力竭了，身子又不好，才知道孩儿是替别人生的，真的半分也喜爱不起来。我再度想起那段灰蒙蒙的时日，我那时心如死灰，被困在那方小小宅院之中。逃跑之前，仍数次觉得我的想法如此陌生，天底下怎么会有我这种不疼亲儿的娘？李毅的泪顺着下巴流到我脸上。娇娇，我只是想问你，想不想去看看他？如果想的话，我带你去。你于我而言，永远皎皎如月，不是什么传宗接代的工具。我生来没有父母，没有香火可以继承。你喜欢我们就生，不喜欢我们就不生。你是世间最好的夫君。他低头吻了吻我的眉眼。那夜我们还是去看了小郡主，她过得很好。陈王对她无微不至，要星星不给月亮。他没有续弦，贴身的工人只有几个太监。李毅带我躲在树上，看他怡然自得的样子，我总觉得我好似错过些什么。可是看郡主过得很好，我终于悄悄放下了一些心思。李毅告诉我，那些驿馆附近的屋子过2年会全部收拾妥当，等我身子再养得好一些，便带着我游历山川。我们处处都有落脚之处。夏日便回到金陵，住进那2间水上的屋中，当2个富贵闲人。我后来经常想，若我在皇宫时就见过李毅，以他的姿色和品行，我绝不会看上旁人。他觉得理当如此。除了贪吃和爱哭，不知从何时起又有了一个自吹自擂的毛病。我也是，常觉得世间没有比他更好的夫婿，当真是臭味相投，天生一对。若有来生，我希望他从小就平安富贵，别再吃什么苦头。我不再问他对我隐瞒了什么秘密，就像我也不会跟他提起那年山上的寺庙桌。我看到的半张侧脸，最后忍不住几次偷偷转过来，那双漂亮的眼睛明明就是认识我，却什么也没说。好在我们后来时时相伴，相携终老。